辣眼睛，裤子都没穿，瞎眼了，这是该我看的吗？哎呦，应该不穿的，贱人居然敢穿我老公的衣服，我跟你拼了！妈真厉害，真暴躁，我喜欢，我好喜欢。唐爸爸眼睛要瞎了，赶紧走了出去，顺便把看戏的唐18也拉了出去。别被污染了，走。于是唐爸爸打了报警电话，警察直接来抓人了。爹，宿主，这佣人是照顾唐雪清的保姆，唐雪清经常对他说，要是你也是我妈就好了。于是佣人就有了不一样的想法。唐雪清不知道这个佣人暗恋爸爸吗？知道，他还撞过好几次，但什么都没说。什么？唐雪清早就知道了，故意不告诉我爸，难怪佣人这么嚣张。唐雪清早就知道，唐爸爸怒瞪唐雪清，亏他把她当成亲生女儿对待，他就是这样回报她的，太让人失望了。怎么办？没想到佣人会被发现，要是佣人反咬我一口，说我早就知道了，爸妈会怎么看待我啊？他急忙给佣人求情，希望佣人能看在他为他求情的份上，不要说不该说的话。爸爸，佣人不是故意的，他一直都很照顾我，我知道他的为人，一定是别人指使他这么做的。哎呀，都亲眼见到了，还想找我背这个锅？这女人咋不说彗星撞地球也是我的错呢？女娲眼万物也是你的错。你还替他求情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没有，我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不帮爸爸说话？要是他穿了你的内衣内裤，你还要说他是我指使的？爸爸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雪清，你让我太失望了。警察很快就来了，查清了缘由，准备告佣人一个盗窃罪。盗窃的是价值1万块一条的内裤。等人走后，唐雪清已经不在了，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准备生气不吃饭。每次生气都用这种方法，目的就是让唐爸妈先低头。可这次她失算了。老公，我准备办个认亲宴，把18公布出去。至于唐雪清，我会给她100万作为补偿，让她离开这个家。这些年给她买的礼物，我也全都要收回来。唐爸爸有些犹豫，毕竟对养女还是有感情的。宋家直接冷下脸。难道你要留着唐雪清在这个家，败光所有东西，包括你的公司，你才满意？怎么可能？他又没什么能力。可我听到女儿说了，他会杀人，还让老二去顶罪坐牢。行，都听你的，先别告诉3个儿子，他们都偏心雪清，可以让他们相处一下，看3人能不能听到18的心声在。两人都震惊的瞪大了眼睛。你也能听得见？这样你先把3人的所有银行卡账号都冻结，免得他们给唐雪清打钱。他们要是问，就说公司出事了，需要处理一段时间。随后唐爸爸照做，知道唐雪清是个白眼王后，唐妈是1分钱也不想给他。等他打完电话，3个哥哥的钱全都被冻结了。老大赶紧给唐爸爸打电话。爸，我卡怎么被冻结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是出了点问题，暂时先冻结。生活费我会每个月给你们打一点，别告诉雪清，我怕她担心。好的，爸，那我给老2、老3说一下。雪清呢？怎么不下来吃饭？他闹别扭，等着你们去哄他呢。哼，见人就是矫情，我都饿死了，他饿了自然会下来。你看18都饿了，18吃这个，这个好吃，谢谢妈。妈终于不用低声下气的去哄那个做精喽。唐爸爸也给唐18夹菜，希意的看着他，求夸。谢谢爸，爸眼睛也不瞎了。不过他会让唐雪清进公司，等他进了公司，看到公司营业额，他会偷偷盗取机密，卖给对家公司赚外快。别给唐雪清留饭菜，他要吃自己做。说完就去书房打电话，让公司财务总监别把营业额给任何人看，包括唐家女儿。他这是为了以防万一。再怎么疼唐雪清，到底是个外人。唐雪清以为晚饭时间会有人来劝他吃饭，结果都8点钟了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他只好开门下楼，楼下一个人也没有。他急忙问佣人：我爸妈呢？先生在书房，夫人带着小姐散步去了。怎么没人叫我吃饭？先生说了不用叫你，你要是饿了就自己做饭。不可能，以前他们都会来哄我，为什么？难道是唐18在他们面前说了什么？随即唐雪清转身去了书房。爸爸，我有事跟你说。自从知道唐雪清会把机密卖给别人后，他对唐雪清就有些防备了，但对这个孩子心还是会软。雪清，怎么了？爸爸，今天是我不对，我不该求情的，你别生气了。我也没想到佣人是那种人，妈妈对我也很失望，可我只是担心你们有了姐姐就不爱我了，所以我才想替佣人说几句话，毕竟他平时是为数不多对我好的人。见唐雪清委屈的落泪，唐爸爸也觉得自己做的有些过分了，毕竟这个年纪犯点错是正常的。爸爸不生气了，你还没有吃饭吧？佣人还没走，你让佣人给你做。谢谢爸爸，我最喜欢你了。对了，雪清，公司最近出了点问题，需要5000万的流动资金，你有吗？爸爸借了，后面还你。唐雪清身体一将5000万，那是他所有的存款了。爸爸，我也很想帮忙，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，我给你借一点好吗？哦，你要跟谁借？哥哥们肯定有的。哎，那算了，你哥哥们已经给了，要是这次能渡过去，能赚上几十亿左右。什么几十亿？爸爸，我会给你想办法的。要是我能借到5000万，到时候你还我的时候，可得给我点奖励啊。当然会给你奖励，但这笔钱你要自愿转给我，这是转赠协议书，只有这样，爸爸才能名正言顺拿你的钱。唐雪清只好签了字，反正大部分钱都是唐家给的，说是拿，爸爸会觉得他懂事而已。谁都不能威胁我的公司，这笔钱先给他存着，看他表现好了再给他。唐雪清给老大打电话，问他公司是不是缺钱，得到肯定答复后，他松了口气。看来公司需要钱是真的，只要我借出这笔钱，爸爸肯定会更爱我的。把钱打给我，后面我们赚笔大的。很快5000万到账，唐雪清转手就打给了唐城。收到钱，唐城笑了，心情极好的泡起了茶。宋家散步回来，推开书房，见他在喝茶，有些意外。还在忙？老婆，刚刚我把雪清的钱也冻结了。怎么冻结的？我让他自愿转赠给我，还签了协议。那就别给了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哦，是。